你不是我们潜灵宫的，你是何人？姐姐，小心！严丹，快跑！你打不过他的。姐姐，你快走！我也太厉害了吧！严丹！女君，救命啊！打他们！手。啊不！松开！不！这人都倒了，你还要抱到什么时候啊？吃什么了？劲儿这么大？要你管？要我管？你不是要当烈士吗？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不能！你没看到刚才的架势？你再晚来点，我都要被烧成灰了。烧了好，本君正好落个清净。哦，参见帝君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。我没事儿。你知不知道，焚化旧法器是魔族奸细刻意为之，为的是以紫微瓶还有神树之液炼制剧毒。我怕你来此地危险，我才顶替你的。你怎么还跟过来了？多谢应渊君对严旦悉心教化，令他仙法见长，只系感激不尽。悉心教化，不过也是他天资聪颖，本君不必鞠躬。多谢帝君称赞，我一定会再接再厉的。对了，那个盐池仙官使了个猫腻，真的紫薇瓶在他袖子里，你记得查看。好了，审查奸细此等仙界大事，我们就不参与了。我先送我姐姐回去了，帝君告辞。走吧，姐姐，走了。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，芷溪的功课最好，修为最强。如今严旦得应渊君的教化，仙法突飞猛进，恐怕早盖过了芷溪。双生之物，一强一弱，只怕之前是我们误把山鸡当凤凰了。说谁山鸡呢？谁天资平平啊？你天资卓越，你怎么不考个仙官啊？你怎么不当个副长事啊？他要是天资平平的话，我看你是天资奇差。你不光奇差，你还坏心眼儿。你心眼怎么那么坏呢？你还跑是不是啊？我帮你去教训他们。不必同他们置气了，更何况他们说的也没错。帝君不是一早就说过了吗？我的确是那个弱的。你怎么能听那个小人帝君说的话呢？你现在是众仙子当中最优秀的那一个，你也考上仙阶了，并且是仙官，谁还比你优秀啊？可是今日我敌不过燕池仙官，你却能几招将他制服。哎呦，我那是碰上运气了，我不过是恰巧读了几本仙书。如果你在演虚天宫被教习的话，你肯定比我厉害，一招就能把他制服的，真的。我没有那样的运气。你快走吧，就送到这里，省得银灯看到又要刁难你了。可是，行吧，
芷溪，你记住了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厉害的，是那个永远会保护我的姐姐。别瞎想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别理他们，如果他们欺负你，告诉我。没事吧？怪我教的太快了，不心急，慢慢来。师傅，你不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很有名的，汉丹化人解妖池之威啊，那可是段佳话，全仙界都知道。双生之物，一强一弱，他肯定是弱的那个。别人教3遍怎么都学会了，他学几天也学不明白。不是教得快，是他笨。就是啊。好了，不要议人是非。天资差一点没关系，可以以听为主，不用逞强硬学。要是学不清楚，反而伤了自己，那怎么办？我不是弱的那个，我能学会。芷溪，我昨天在藏书阁翻到了好多本捉妖打怪的细折子，可好玩了。你要不要一起去？严蛋，你不能总这样天天逃课，要不然可没有教习师傅愿意教你仙法了。那教习师傅讲课讲得太无聊了，哪有看细折子好玩啊？你不去，那我自己去啦。去吧。我帮你收好了，不用谢。这么多年，我刻苦修炼，屈辱忍耐，我咬紧牙关往上爬呀爬，爬进了妙法阁，爬上了副掌事之位，眼看着又要爬上仙界。我以为努力能改变这一切，原来还是逃不脱一出生就注定的命运。严丹，你天赋异禀，做什么都轻而易举，你永远不会明白的。谁呀？哎，你坐那么高干什么？你仙法那么高强，就算是往下跳，你也摔不死的。你不光摔不死，你还会连累我这个可爱又无辜的小仙士，你可别想不开啊！一步。你干嘛？你要对我做什么？我能对你做什么？拍瓦片会吗？怎么样？我
赢了，喝酒喝酒。哎，多喝点啊！哎，喝。咦。来，马上。哎，你说像你们高阶神仙都那么奇怪，还是只有你那么奇怪啊？翻乌龟、砸瓦片，其他神仙也会这样吗？哦，你就没有一点正常的兴趣爱好吗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有。罚我抄书，让我补腰带，逼我下棋，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儿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奇怪归奇怪，开心最重要啊。我平日看上去很不开心吗？唉，怎么会有开心的神仙动不动就去翻小乌龟呢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已经是帝君了，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？如今奸细已经找到了，事情也平息了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。只怕事情还没有平息，又要开始了。当你很渺小的时候，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去改变，就像你一样，排戏、捣乱、交朋友。一旦身居高处时，很多事情你根本都改变不了。所以你就打算跳楼？看流星。看流星？那不是凡人的说法吗？他们都喜欢对着流星许愿，但他们却不知道，其实这只是天上布星的神仙挥一挥自己的拂尘而已。但是他们都相信自己许下的愿望会实现。那你呢？你许了什么愿望？6界太平。嗨，怎么会有这么虚伪的回答？怎么可能有人许愿不是为了自己啊？那你告诉我，你许的愿望是什么？只是为了自己吗？当然了，还有我姐姐跟我朋友，我也会帮他们一起许。你身为帝君，心里就只有6界，难道就没有什么求而不得的事情，还有关心在意的人吗？对我来说，维护6界的安好才是最重要的。除此之外，我心里装不下其他。6界之战，养息万余年，如今魔族的兴起正在暗潮汹涌。若战争一旦开始的话，这万年的努力和平静都会化为虚有。那如果旁人不知道你的牺牲呢？或者像九级一族那样被人遗忘，或者被人唾弃，你也愿意吗？作战不是为了美名，也不是为了被铭记，而是为了停止战争。见过生灵涂炭，就不想再看到往日的景象再出现。还好我生在太平盛世，不用想那么多。有些事情是一定要经历过才会懂。不过你这样也挺好，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仙，什么也没有经历过，不用去想，那就希望自己的愿望没有白许吧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你努力排戏，无非是想
在瑶池盛宴表演时拔得头筹，好让帝尊赐你一个恩典，对吧？嗯。那你说说，你心里不虚伪的愿望是什么？找靠山啊。那本君这座靠山不好吗？帝君，您是仙尘不染，我不配。我想找的是我姐姐芷溪这样的靠山。如果她以后升了仙阶的话，就要下凡历难。可是我姐姐她不喜欢凡间，所以我想请帝尊让我代替姐姐下凡。等以后我姐姐成为更厉害的神仙，我就可以到她的宫里给她捏腰捶腿，蹭吃蹭喝。那偃虚天宫也能蹭吃蹭喝，你为什么不留下？唉，其实我这个人吧，就自由自在惯了。我呢，帝尊急诏，速请银元帝君玉清宫议事，烦请从速通传。帝君，您怎么从这儿出来了？您酒气深重，这般不胜杯勺，恐怕有违帝尊对您恬淡客气、秉玉绝缘的期望啊。今夜抓捕奸细，审讯多时没有结果，本君无法安睡，这才小酌了几杯。我将天庭的兵房重新设计了一下，仍然觉得不太稳妥。本想着明日早晨奏禀帝尊。帝君思虑周全。先是陶子气刚刚在此来函，帝尊又得知了浅云宫一宫长事谋逆通敌之事，忧心难眠，因而传唤。这几日宫中来了几只灵雀，正在房上筑巢。看来当帝君也没有什么滋味儿，还是当小仙来得快乐一些。你此去需万事谨慎。魔界暴乱无休，天庭兵防调整，为的是有备无患。日后如何，尚未可知。我们是一同经历过创世之战的兄弟，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要我说，天牢里那几个谋逆的仙官和贼子都是硬骨头，他们若不肯招，杀了便是。我提着他们的人头丢到魔界去，这虚实才算是探得彻底。若真有万一，这天庭也算是师出有名啊！啊？很好笑吗？桓钦，创世之战时你冲动鲁莽，老是顶撞帝尊。这些年我还以为你改了性子，没想到你还是如此强硬。要是你这么冲动鲁莽下去的话，我怎么放心你下界？应渊君这般为我考虑，若让天庭里的仙子仙娥们听到了，一定又要心里面编排我了。参见帝君，参见冀都星君。是你？帝君未雨绸缪，调整天庭布防，披香殿这样的闲置公寓也能得到恩惠，增派防守，实在是帝君眷顾。披香殿，你何时对看戏听曲感兴趣了？宫中仙士说我郁郁寡欢，无趣得很。正好，该寻一些正常的兴趣爱好了。也好，你松法些，下面的小仙才敢快活。我还要回宫收拾一下下界的行囊，先行一步了。桓钦，凡事谋定而后动，若有异常，先发信回天，再做计划。知道了，啰嗦。走了。
应渊帝君，之前的事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哪知道这颜淡小仙子竟然是您宫中的仙侍。无妨。没想到颜淡小仙子仙灵上清，写的竟是创世之战。4位帝君忠勇无双，天庭上下理应多多学习。帝君一番苦心，小仙着实钦佩。是他写的《创世之战》。是啊，颜淡仙子不仅美貌出众，而且才华横溢，比例深厚。可有戏本？创世之战距离现在已经万年之久了，这史料都没有当年的地形图，还有战况的记载。结果你看啊，这张地形图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，而且这儿还有批注呢：9旗族备战之后可以转换视角讲述，这正合我意啊！哎，这究竟是何人做的批注啊？万年前的大战地形，还有出兵策略，都记录得非常清楚。若非是参加过战争之人，绝对不会了解这么清楚。这究竟是谁在帮咱们啊？我知道是谁。谁啊？田螺姑娘。是真的，我在戏本上看到的。这是凡间的一个传说，说是有一个非常善良的凡人，但是生活得很辛苦，于是这个田螺姑娘便在晚上的时候替他洗衣做饭。这不巧了吗？你看看我，也是一个善良可怜的小仙士啊！啊，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！我太聪明了，我能清楚知悉9旗族的行军路线，此人或许知道当年灭族之事的真相。本君批注之事，不便让旁人知晓，以免徒增聒噪。应渊帝君平时日理万机，竟然还有时间给颜淡批细本子。看来这个颜淡可不一般呢。哇，如此华贵的宫殿，怎么说也该是位居上仙吧？你深夜造访，不会为好奇而来，意欲何为？不妨直言。你好心为檄文批注，却不想让我看到你的面目，难不成你有什么秘密？喂，别那么小气嘛！我只想知道，你到底是谁？9旗遗孤，你能识得9旗之力，那昔日创战之时，9旗抗战之际，你必定到过阵前。你为何人？能否告诉我，他们是因何而亡的？我知道的和你别无二致。创世之战时，我驻守在仙界，与9旗一族不在同一个战场。战争之初，9旗的确骁勇，屡克敌军，但修罗族强悍，各族伤亡惨重，增援有限。或许他们的确已经尽力了。我不信，
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。你既然有幸能存活下来，最好忘记这段记忆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可是应渊帝君看着满是废墟与尸骸的海边，发现一只乌龟从尸骸中爬出。应渊帝君微微一笑，施出仙法，将乌龟翻转了过来。颜淡，近之一劫，你愈发放肆。本君让你进来了吗？何事如此慌张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慌张，只是外面的仙士都如临大敌，慌乱如麻。是陆景让我跑进来告诉你，说是什么火德元帅来了。他是什么人啊？火德怎么来了？帮我。啊？还有谁？应渊小儿，给我出来！昔日亲口承诺，只要是本帅打赢了，便将自铸的兵书双手奉上。上次平乱，本帅发挥失常，略出一筹。今日重新比过，大丈夫言而有信。谁要是躲在屋子里装聋作哑，谁就是胆小怕事的懦夫。老元帅，今年已经比了10次了，每次比武，偃虚天宫都被打成废墟。再来一次，仙界可真拨不出经费了。何况帝君近日政务繁忙，少跟我摆帝君的架子！想当初本帅和帝尊驰骋四海的时候，他还连剑都舞不动呢。应元君，应元君，帝君，帝君，你醒醒啊！你怎么这样了呢？为了几个奸细，几天几夜不眠，而如今又为了兵房之事，往返于天机阁和练兵场之间啊！你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就病倒了呢？虽然病在年深，可却伤在河宫仙士所有人的心啊！醒醒，醒醒！火德元帅，元帅，许久不见，风采依旧啊。只是本君抱病在身，无法起身相迎。应元君向来身体健壮，怎么那么巧突然病啊？回火德元帅，天一说是操劳过度，又邪风入体，若不好好休养的话，恐怕要伤到元神了。何时能好啊？10天半个月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天一说了，操劳、体虚、易累，伤及根本，这一切10天半个月是不可能好的，最起码要1年半载。应元君何时身边多了一个这么聪明忠心的小仙士，口舌还如此伶俐呀？这是新来的小仙，行事比较鲁莽，望元帅不要见怪。既然应元君身体抱恙，看来比武之事暂且只能放一放。谢元帅，待本君好了之后，必登门赴约。哼！帝君染病，本帅身为长辈，怎能安心离去呀？既然这偃虚天宫没个会伺候的，那么本帅便留下来照顾一二。元帅，这等小事，怎能让您操劳？您是仙界当中仙灵最长的上仙，不敢劳烦。应元君无需见外，自古以来便有中仆挽肉救主，尝遍遍及的佳话。
既然这小仙士如此忠心，想必不会推辞吧？哎，应元君身体如此虚弱，饮食之事怎能自己劳神？你喂，哦。这是本帅的秘方，虽然苦了点、咸了点、臭了点，但专治风邪。应元君如果不愿意喝，想必是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。来人呐！不必了，喝。身弱体虚之人不能荤腥，如此美味的灵鸡腿，只能是本帅代为享用了。哇哦！对，不能荤腥。这可是小仙士亲手烧的暖炉，应元君如果不接，恐怕嫌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啊！来人，接。真是主仆情深呐！这身弱体虚之人最怕受凉，我再叫青云烧个10个大火盆过来。帝君，你还好吧？你觉得呢？哦。帝君，要不然您就把兵书给他吧。这老头现在天天想让我割肉给您治病呢。不可能。饿了。抱歉啊。你倒真是个忠仆，演技不错。伺候不周，致使帝君染病，罪其一；言行失礼，唐突本帅，罪其二；明知帝君身染重病，暗为有幸之物，罪其三。依照天条，应元君，天条你最熟悉，该怎么发呀？逐出偃虚天宫，回悬心崖喂鱼。喂鱼？如若汇报天法处，最起码天星台80雷霆鞭，费半数修为。哇，你这个老头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啊？就冲你这句话，再加20鞭。哦，够了。
此书本君苦心编撰千年，还有最后一章尚未完成，因爱惜物件，所以才不愿借出世人。元帅与我比武数十次，想必是求学若渴。此书万望爱惜。本帅问你借书，那是看得起你。帝尊见了本帅，亦是尊老敬老。哼，本帅凭什么接受你的指点？6届第1的应元军不过如此。今天我火德元帅赢了。还火德元帅，我看就是一只花公鸡。帝君，他对你的兵法兵书根本就没有兴趣。他之所以这么费尽心思的想得到这本书，就是想向众仙证明他比你强。他这么肆意践踏你的心血，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若非彼事，私自对神仙动物视作有意暗害，触犯天条。火德是天庭里资历最老的神仙，连帝尊亦对他无可奈何。帝君向来守规严苛，这气啊，咬碎了牙也只能咽下。帝君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这深更半夜的不去排戏，在这里晃什么？哦，那你帝君深更半夜的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好吧，用我小人之心夺一下你君子之腹，我掐指这么一算，你是要去火德元帅宫里挟私报复吧？哼，没说话。看来我是猜对了。哎，堂堂的君子啊，这骨子里跟我一样是个小人，却不敢承认。当君子有好名声、好前途、好人缘，可唯一不好的就是受了气还得挤出笑脸。而当小人，百害唯有一利，那就是过得好。帝君意下如何？自作聪明，还不跟上？刺激！应元帝君，火德元帅已经睡下了。那就让他醒醒。应元帝君，此事不妥吧？这有何不妥？我们偃虚天宫新制的灵鸡腿，正好想请老元帅尝尝鲜呢。应元帝君，应元帝君，元帅他只是发糊涂了，得罪了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往心里去啊。他只是个老小孩罢了。应元帝君，帝君，应元帝君，应元帝君。3天2头的来比武，输了就把我的后院砸得稀巴烂。本君念你仙灵掌，给你个台阶下，你倒反客为主，教训起我来了。盐蛋给本君弟吃的，你就要打他80雷霆鞭，哼，当本君圆寂了。就是，帝君，您给他施的什么咒啊？禁食咒。日后他见了他自己喜欢吃的灵鸡腿、八宝蹄膀，就会反胃作呕。不过也好，少吃荤食，延年益寿。没想到你做小人比做君子还有天赋啊！没给他下禁酒咒，已经对他是莫大的客气了，还不赶快去找？收到。
这不是番规军和我一起破的玲珑棋局吗？原来这兵书是以棋局为喻，暗合兵法。不对，这兵书毁了，那我这些天吃的苦不就白吃了吗？找到了。那就走吧。等一下。这本书也算是借过了，走吧。千载的光阴，6界之外，本君唯有的这一点点小小的喜好，都不能保全吗？我不敢拍胸脯说我一定可以，但我可以勉力一试。你竟然能记得？当小仙的本分嘛。若兵书能卖的话，要55分成。奇怪，我明明将与你下过所有的棋局都已经记下，那这一局是？这就是未完结的最后一章，无论何解都为何棋，乃4界循环。若以兵法论视为拉锯战，这些年踏遍6界，寻访仙界凡间无数棋圣，终不得其解。你若了我遗憾，本君圆你一个心愿。真的？让我离开延续天宫也是可以的。凡本君力所能及的，不违天条，不伤他人皆可。不过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。这看似白子是占优势，可若贸然消劫的话，便会自损16子。如若白子不自损，那么黑子也无法攻出。何其，重来。再来。等一下。一子半指茶，白棋胜了。我赢了。本君说到做到。既然答应过你的事情，就让你回玄心崖。回玄心崖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只要你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你都能做到。还以为你的决心有多坚决呢。帝君的允诺也很值钱的。你可以多考虑几日。本君门下无徒，法器众多。我已经考虑好了。之前我陪你看过一次星星，你也陪我看一次星星吧。哇，好大的鲲啊！说好了，放心，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不外传。
帝君的允诺，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，你却用来换这个。你若勤勉修习，日后便可参加晋升贺典，也就不用这样偷偷摸摸的。我找对了靠山，一样可以看到美景啊，而且还是独一份的，这多划算。但你可要报警啊！你要干嘛？你别乱来啊！现在可就由不得你了。你这小人，家属都不跟我说一声。手。谁想抱你啊？这样的赐福我经历过千百次，直到今日，才知美景更胜英豪。一点点先例，就可以让人如此快乐。给谁的？秘密。秘密？屁是没有见过赐福的微末小仙。你干嘛？你还给我！你干嘛？还给我！本君可提醒你，修仙之人不可有情。你这人心眼怎么这么龌龊？这是给芷溪的。你们神仙可真是太奇怪了。天庭既然不让有情，那像那些去凡间历难的仙官，那帝尊肯定管不了他们了。等以后我下了凡，情劫本就是历难的一部分。知晓情爱之苦，放下执念，才能无欲无求，只求苍生。本君劝你，最好不要自讨苦吃。你动过情吗？自然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是甜的还是苦的？哼。